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今天還是要繼續介紹89年12月發布的作品。這期的內容以休閒和運動類的為主，也有幾款獨特的 RPG 遊戲，其中一定有你熟悉的內容。接下來就直接進入主題。追蹤 HQ， 這是一款街機的移植作品，原版是泰東1988年開發的，屬於賽車競速結合車輛戰鬥的類型。街機原版的開發是為了挑戰當時世嘉 OutRun 這類競速遊戲的技術水平，發布後相當的成功，在多個平台都有移植版。除了幾個電腦端，主機端有 FC、MS、PCE 以及後来的土星版，也登陸了当時的幾個掌機平台。紅白機的這個版本還可以使用泰東的打磚塊專用控制器來遊玩，玩家扮演特別調查組的2名警察，駕駛一輛保時捷的臥底警車，追捕開車逃跑的罪犯。每個關卡開始前，通過電台收到信息，被告知有罪犯正在駕車逃離。逃跑車輛的外形顏色呈現在畫面的下方，然後有一個設置的界面，設定車輛手動還是自動換擋以及轉向這些。開始追捕行動之後，有60秒的倒計時追上罪犯的車輛。畫面右下方的一個橫條表示和目標車輛的距離。A 鍵加速 ，B 鍵剎車。如果是手動駕駛，上下方向鍵換擋。有幾次氮氣加速的機會，按選擇鍵使用氮氣，剩餘的次数顯示在左下方。駕駛途中有一段類似 OutRun 的分岔路，選擇更短的路線有利於追擊。追上目標車輛之後，倒計時重置為60秒。要用撞擊的方式消耗對方的血条，這個血條也顯示在右下方。達成後就能將罪犯逮捕。有一個結算的畫面顯示分數，沒有撞擊普通車輛，連續的超車會得到更高的分數。在關卡之間的設置界面，除了和第一關開始同樣的設置內容，還增加了通過消耗積累的分數能強化車輛的性能，包括了渦輪增壓、輪胎和保險槓等5個項目。總共有7個關卡，這7個關卡組成一輪循環，完成一輪後關卡開始重複，難度上升。後面的關卡裡，地面上會出現干擾車輛的油，再往後敵方的車輛還會扔炸彈。完成3個循環就能看到通關結局。作為一個街機的縮水移植版，和之前很多這類移植一樣，不改變玩法的情況下劣化非常的明顯。雖然對於紅白機的表現來說已經算是不錯了，但和原版的素質相差太多。加上沒有多久就出了 PCE 的版本，這個版本的價值就更低了。個人評價2星半。超級職業摔跤，由日本物產開發的一款摔跤競技遊戲，分別由玻璃佳音和富士產業國際發布了日版和美版。日版的游戲名直譯叫做超級明星職業摔跤，美版名叫 WCW Wrestling。WCW 是世界冠軍摔跤的縮寫，它屬於國際摔跤聯盟，因此美版擁有該聯盟的授權，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款授權游戲。2個版本的主要區別就是選手的陣容不一樣，其他的都差不多。遊戲模式有單人和雙人，此外還可以和電腦 AI 組隊進行2v2，有12名可選的角色，加上最終的 BOSS 安德烈巨人，一共13個選手。選定角色後，從該角色的8個擅長的招式裡選擇其中的4個來使用，分別對應了方向鍵的4個方位。另外，每個角色在將對手扔向繩索後，招式會不一樣，也有自己獨特的終結技。實際上，不同的角色雖然展現動作的动畫不同，但實力都是一樣。基本的操作，在站立和移動時 ，A 鍵是踢腿 ，B 鍵出拳，同时按下 AB 键跑动。跑动的过程当中 ，A 键是头锤 ，B 键是晾衣绳。把对手打迷糊之後，抓住对手，結合不同的方向鍵就能使用各種招式。對手重傷時，同時按下 AB 鍵使用終結技。在發動特殊技能時，人物閃爍並出現一個來回滾動的能量條，這時按住 A 鍵，合適的時機鬆開能量條的位置，就代表了傷害的多少。2v2 時，來到擂台的角落，按 A 鍵可以換人，也可以打到擂台外，有時能撿起地上的物品作為攻擊的武器。擊敗全部的對手後，就會面對巨人安德烈。這款摔跤遊戲在玩法和招式的設計上沒有什麼問題，可選的角色也很多，但基本的打擊和動作判定這些做的都太差了，操作也相當的滯澀，實際體驗完全沒有格鬥的快感。個人評價2顆星。絕對合體
夏目公司開發和發行了一款飛行射擊作品。除了日版，不久後還由米爾頓·布萊德利代理發行了美版。本作在題材和形式上部分借鑑了沙羅曼蛇和 R-Type， 特別是那些不停蠕動的腸道。夏目的初創成員裡有科乐美的前員工，但貌似並沒有參與宇宙巡航機和沙羅曼蛇的開發。公元5012年，阿巴多克斯星被一種寄生蟲的巨大外星生物吞噬，之後外星人就化身為該星球，試圖再吞噬其他的星球。銀河軍隊也被寄生蟲摧毀，並吞噬了瑪利亞公主的醫療船。唯一幸存的戰士納扎爾試圖進入寄生蟲的體內並營救公主。開始的關卡是橫向的版面，後面的偶數關卡還採用了縱向的形式，方向鍵控制主角移動，B 鍵發射子彈。可以獲得的道具分成了能力加強和武器兩大類。能力加強的道具都是膠囊的形狀，中間有不同的字母。字母 S 提升角色的移动速度，可以多段升级，但太快反而不好操控。字母 B 獲得一個軌道屏障，圍繞主角旋轉，可以阻擋敵方的子彈或者消滅敵人，吸收的傷害過多就會消失，最多同時持有4個。按 A 鍵調整旋轉的半徑，按住 A 鍵，屏障在不同的半徑上呈脈衝的效果。字母 M 是在主武器之外額外的得到2顆導彈，升級有跟蹤的效果。字母 P 拿到後身體閃爍，能承受1次傷害，可以疊加2層，2層時閃爍的顏色也會不同。主武器的道具以不同的圖案展現，有3項發射的圓環，不能連續發射，但命中會造成2倍的傷害；5項發射的小彈丸，比圓環要小，命中同樣造成2倍傷害。激光槍造成3倍的傷害，威力最強，但覆蓋的面積小，有穿透的效果。潘多拉槍發射大型環狀子彈，威力一般，但可以連續發射並兼顧一定的面積。總共有7個關卡，敵人的類型包括雜兵和 BOSS， 大部分都是各種異形或者像是內臟器官。每個關卡除了末尾的 BOSS， 中間都還有一個小 BOSS。偶數的縱向卷軸關卡是從上往下推進的，和沙羅曼蛇相反。第6關救出公主之後，最後一關沒有敵人，是一個高速逃脫的場景。另外，救出公主的畫面，日版是沒有穿衣服的。這款射擊遊戲難度還是比較大，除了應對各種敵人，還有很多狹小的空間和障礙。遊戲的制作精良，關卡設計和 BGM 都不錯。不過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外星人的體內，整體色調偏紅，同屏子彈多了之後，有些地方也明顯的有拖慢。個人評價3星半。激鬥棒球，到了年底的發售日，棒球遊戲是少不了的。特庫摩也在這個時候推出了自己的棒球作品，先後發布了日版和美版。美版的遊戲名叫《壞消息棒球》，從系統上來說，也是基於之前介紹了南夢宮的家庭棒球系列和泰東的究極棒球系列。遊戲模式有普通的單雙人以及全明星賽。單人遊戲沒有特別的聯賽規則，12支隊伍進行類似循環賽的賽制，爭奪冠軍。在隊伍選擇的界面，每支隊伍的下方都會顯示這些隊員詳細的屬性和參數。當然，可選隊伍是虛構的，但基於日本或者美國的聯賽，基本的通用玩法之前介紹過很多次了，這裡就不多重複。相比之前的棒球遊戲，從數據上增加了一個投擲的尖力，作為防守隊員其中的一項參數，會影響防守的強弱。防守時的操作也有跳接和側撲的動作。畫面和人物的比例偏可愛的風格。裁判是一只兔子，這是特庫摩的吉祥物。在本壘打和一些關鍵時刻還加入了特寫。另外，遊戲有一個禮模式，通過輸入秘技能替換12支隊伍，所有的隊員都會變成穿着壘球風格球衣的女選手，數據也會隨之變化。這款棒球遊戲的素質完全沒有問題，但幾乎也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這樣的遊戲之前已經有很多了，個人評價2星半。白熊歷險記 CBS 索尼發布的一款冒險遊戲，這是一部漫改作品，改編自向原弘志的搞笑漫畫，86年到89年在雙葉社的周刊雜誌上連載。原作講述了一隻全身白毛的棕熊小白和他的雙胞胎兄弟大將以及小野豬烏里等同伴一起生活在森林的各種故事。遊戲裡的故事是小白被眾神選為勇者，要拯救森林，
他和小野豬烏里以及小睡鼠組成3人的隊伍，踏上擊敗森林魔王的旅程。本作的系統上將 RPG 和文字冒險的方式相結合，在森林裡移動時是 RPG 的形式探索。隨着時間的延長，季節景色也会隨之改变。頂部顯示3個角色的 HP 和 IQ 就類似於經驗值。遊戲沒有明確的等級設定，但當 IQ 到達一定的數值之後，攻擊力和最大的 HP 都會上升。當到達觸發事件的場所或者遇到其他角色對話時，切換到文字冒險的界面，可選的文字指令出現在畫面的右上方。除了常見的查看、對話這類指令，作為一個動物，還有吃東西和排便這2個指令。大部分的時候，排便這個指令只能用來搞笑。遊戲裡也有類似地牢迷宮的場景需要探索，遇敵會觸發戰鬥，是一個相當簡化的回合制戰鬥系統，戰鬥、逃跑等幾個有限的選項。在遊戲的最後，森林的魔王實際上是由人類的技術產生的一個邪惡的計算機。這又是一款做得很粗糙的遊戲。RPG 形式的探索過程當中，基本的移動控制很成問題，想要讓白熊巨大的身體朝向正確的地點得費上一番功夫。戰鬥幾乎沒有什麼內容，文字冒險的部分也缺少亮點。個人評價2顆星。紅白機棒球盤，這款作品的發行商是 Epic， 這個公司以玩具業務起家，主營棒球棋盤等桌遊以及膠囊玩具和拼圖。公司曾在1981年推出了日本最早的編程遊戲機系統 Apple Cassette Vision， 幾年後發布了2代主機 Super Cassette Vision。再後來，任天堂的紅白機將它的主機業務徹底摧毀，公司成為了紅白機的遊戲開發商。經典的劇本打不過就加入。本作是該公司的第一款紅白機遊戲。棒球盤本身是一種塑料玩具，用彈簧棒來击球。不過遊戏雖然使用了這個名字，但並沒有採用玩具的玩法，而是和大部分的棒球遊戲一個套路。這裡先講講本作不一樣的地方。有聯賽的模式和公開賽模式。在聯賽模式裡，12支隊伍任選6支組成聯盟，設定場次，爭奪冠軍。每場比賽結束後能獲得收入，可以通過特訓或者購買技能物品提升球隊的實力。如果是選擇公開賽的模式，有3個難度的等級，任選隊伍進行单場比賽，之後有1000萬能用來購買技能道具，4個不同方向的房屋出售各種道具，對應方向界不同的方位。所有的這些道具分為4個類別：擊球、跑壘、守備和投球。像是擊球道具有增加力量和揮棒速度的，投球有增強投球變化和投出不同魔球的道具等等。比賽的部分素质一般，投球的速度整体都偏慢，跑垒也很慢，防守時的移動也有些問題。雖然有了升級的內容，但也算不上很好的一款棒球遊戲。個人評價2星半。智慧方塊，這是泰東發布的一款益智解謎類型的作品，是一個街機的移植版。除了 FC 版，不久後還發布了一個 Game Boy 的掌機版。FC 卡帶的售價3900日元，相比同時期的遊戲，普遍價格都在6000日元左右。本作算是一款低價遊戲，雖然體量不大，但遊戲性很高。基本玩法很簡單，控制畫面右側橙黃色的小生物在梯子上上下移動，將手裡的小方塊朝水平方向扔出去。扔出的方塊在左側，如果遇到相同圖形，就會將它們消除。碰到不同的圖形方塊時，扔出的那個方塊圖形會佔據這個不匹配方塊的位置，而這個不同的圖形方塊會彈出來，來到小生物的手裡，作為下一次發射的彈藥。每關開始，手裡的第一個方塊是閃電的圖案，它自動匹配接觸到的第一個圖形，並將其消除，相當於一個萬能牌。扔出的方塊遇到牆壁或者障礙時會直接落下，可以利用這一點來折射到不同的位置。如果扔出的方塊沒有碰到不同的圖案，它仍然會回到手裡。遊戲有普通和高級2種模式，這2個模式的玩法有些區別。在普通模式裡，要在倒計時的3分鐘時間內完成關卡。畫面右側最上方 clear 的數字表示過關所要達到剩餘的磚塊數量要小於這個數，右側下方的 block 相當於當前的剩餘磚塊數。每次扔出磚塊都至少要消除一個相同圖案的方塊。當出現無法消除的情況，但又沒有達到過關的要求時，手裡的方塊自動替換成閃電圖案的萬能牌。如果萬能牌也都用完，
仍然卡住無法消除，遊戲結束。總共50個關卡一個循環，之後還有難度递進的循環。再來看看高級模式，這個模式下不再是倒計時內完成關卡，而是換成了扔方塊有次數的限制，所以要仔細考慮步驟。這時畫面的右上方需要達成的 clear 數字會比較小，而且除了關卡開始時有一個萬能牌，中途是沒有萬能牌可用的，一旦卡住就會直接掛掉。高級模式也是50個關卡。這部作品雖然場景單一，但基礎的玩法結合不同關卡的牆壁和障礙的變化，加上2種模式，玩起來樂趣十足。小時候很喜歡這個遊戲，不過那個時候總是玩不了太遠。卡通的外表下難度並不低，需要思考並且在腦袋裡推演後面的步驟。個人評價4顆星。彈珠台高手，東星開發傑雷可發行了一款彈珠台遊戲。红白机上之前也出過幾款彈珠台的作品。本作最大的發展在於擴展了傳統的玩法，加入了 RPG 的模式，發行了日美歐3個版本。在選擇界面有3張不同主題的彈珠台，加上一個 RPG 的模式。第一個桌面的主題是保齡球，分成上下2層，在2層之間使用方向鍵上和下手動調整擊球檔位的位置。這個版面擊倒全部的保齡球瓶有獎勵，通過下方屏幕中間的洞能進入左上方封閉的小區域，像打台球一樣擊球，用方向鍵調整擊打的方位。第二個桌面的主題是高爾夫，也是上下2層，把下方洞裡的地鼠全部打掉，再打進上屏的洞裡就有額外的獎勵。第3個桌面主題是马戲團，也是上下2個屏幕，也需要手動移動上下屏的2個擋板。這個主題打到右側的洞裡能啟動老虎機，還有可能進入一個單獨的小遊戲頁面。本作主要的賣點是 RPG 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裡，擊打彈球完成6個場景的關卡，營救被綁架的公主。每個場景也有多個版面，在第一個墓穴的場景，擊中左邊墓穴後出現一個靈魂，彈球再次命中它會有劇情對話，之後左上方的通道門就會打開，從這裡進入之後就會有敵人出現。畫面的左下方 AT 代表了彈球的攻擊力，通過擊打雜兵，這個 AT 的量表會上升，攻擊力增加。出現 BOSS 後 AT 的量表上面一排表示 BOSS 的血量，將它擊敗出現一個鑰匙就能到下一個場景。在途中還會有一個商店，方向鍵控制彈球到商店，用積累的分數能購買強化的道具，不過這些道具都很貴，對通關的幫助也有限。後面的场景也都是按這樣的模式推進。第2個場景是大門，敵人有惡魔犬和女巫。下個場景是小哥布林和哥布林守衛。第4個場景還有河流，甚至能讓彈珠坐船過河。敵人有烏龜和黑暗騎士。再下一個場景裡擊敗陰身女妖，之後就會進入王座大廳，將挾持公主的惡魔擊敗就能通關。RPG 的模式還是很難的，很多情況彈球漏下去就會退到之前的场景，時間長了很容易消磨耐心。作為彈珠台類的休閒遊戲，從內容和桌面的豐富度來說相當的不錯，不過基礎的物理效果的模擬做得並不好，台面的設計也不夠有趣，所以會有些不倫不類的感覺。個人評價2星半。神仙傳，艾瑞姆發布的一款角色扮演作品。早年有些實力的廠商都會嘗試不同類型的遊戲，即便是在自己並不太擅長的領域，這樣的事放在現在已經很難看到了。這款遊戲採用了中國的神話內容作為背景和題材，包括了故事、場景搭建和遊戲裡的怪物。本作有一些很獨特的內容和設計，在當時看來並不起眼，卻在後來被其他的遊戲發揚光大。故事設定借用了盤古開天地的神話，當世界被創造之後，誕生了人和動物，也誕生了龍和神。神將自己的強大力量分成了4份，創造了4把劍，並将它們賦予人類世界的4位國王。一天，一個來自異世界的邪惡生物想要得到4把劍並佔領世界，3個國王已經被怪物黑化。在這樣的情況下，戰鬥開始。從系統上粗略的看來，還是一個勇者鬥龍式的 RPG， 從探索的模式到城鎮和菜單的界面都是如此。但之前提到有獨特的內容，例如在城鎮裡移動時按住 B 鍵可以加速奔跑。隨机御敌的戰鬥也是第一人稱的回合制指令形式，攻擊、防御、使用物品、法術等等。特殊的招式分為法術和特技2類，
分別對應 MP 和 TP 兩個數值。法術多是一些特殊效果或者類似回復的魔法，特技大多是高攻擊力的技巧。當生命值下降時，敌人普通攻擊的傷害會大幅減少，但特殊技能的傷害不會改變。故事按照章節推進，每個章節都對應一個大陸，進入下個章節後就不能返回之前的章節。隨着劇情的發展，同伴也會發生變化，最多組成3個人的隊伍。在第2章會獲得一個特殊的道具紅葫蘆，用這個道具可以捕捉弱小的怪物，然後在戰鬥中召喚並使用。怪物的種類很多，並且並不像其他的一些 RPG 那樣，有的怪物就簡單的改個顏色。根據地形的不同，怪物也會分布在不同的區域，也有可能遇到概率很低的稀有怪物。越說越像寶可夢了。另外，遊戲裡的一些场景圖形做得很細緻，能看出是用了心的。BGM 很豐富，根據敌人實力不同 ，BGM 也会隨之變化。虽然有不少特点和獨創的元素，但這個遊戲被毀在了平衡性上。從御敵率、人物等級的成長、數值的設定、技能點數、回復道具等各個方面都讓平衡性變得很差，使得前期相當困難，而且大部分時候都充滿了風險，很影響遊戲的體驗。個人評價3顆星。甜蜜之家也有翻譯叫魔屋歷險，卡普空開發行的一款角色扮演作品，改編自當年日本的同名恐怖電影。遊戲的設計師是藤原德郎，本作被定義為生存恐怖 RPG， 它被認為是遊戲史上重要的作品。許多的設計元素影響了後來的生存恐怖類的遊戲，像是快速反應事件、道具系統和恐怖元素的運用等等，也是後來生化危機系列的主要靈感來源。雖然是電影改編，遊戲主要的角色也來自電影，並使用了一些電影中的場景和橋段，但到具體的故事內容和電影有比較大的差異。游戲的故事有很多原創的內容。1959年的一棟洋馆，主人监工一郎在宅子裡收藏了很多珍貴的壁畫。监工一郎在妻子自殺後神秘的失蹤。30年之後，由制片人星野和夫、導演沼川秋子、攝影師田口亮、記者明日香以及和夫的女兒惠美組成的5人拍攝團隊來到了洋館裡拍攝紀實節目。在這座被詛咒的宅邸，他們的進入觸怒了監工夫人的亡靈，被困其中。為了逃離，5個人不得不深入洋館。本作在系統上有一些其他 RPG 裡不常見的獨特內容，也包含了動作元素。玩家始終控制5個角色中的一個，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可以自由組隊和替換，但一隊人數的上限為3人。有些角色因為好惡不能組到一起，因此會分成2隊或者更多。5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特殊道具，相機、打火機、醫療器材、開鎖鑰匙和吸尘器。這些道具对於解謎都有各自的用途。除了專屬道具，每個人物還有一個武器道具和2個普通的道具欄位。武器道具像是匕首、劍、斧頭、長矛这些，在戰鬥當中使用。普通的道具在探索的過程中不斷的獲得。不同角色之間也可以交換普通道具。依靠這些特殊和普通的道具，在場景裡調查和探索，解開各種謎題，打開新的區域，逐步擴大探索的範圍。戰鬥有隨機遭遇和固定位置出現2種。回合制指令的形式，敵人大多是僵屍和幽靈，一次只會出現1個。有一個呼叫指令，能叫來當前沒有操控的隊伍，讓5個人一起戰鬥。敵人根據類型有不同的抗性，攻擊方式也有不同。還有一個心之力的指令，英文翻譯版本裡用的是 pray 祈禱，相當於魔法。除了戰鬥，有時還要用到心之力來解謎。角色一旦死掉就無法復活，但遊戲可以繼續。死掉的角色由另一名同伴填補空缺，也有替代的道具。遊戲無法繼續進行時，可以使用放棄選項。在探索的過程當中，還會遇到各種障礙、陷阱和靈異現象，對角色造成傷害，像是突然飛來的椅子、吊燈等物品需要躲避。快速地做出選擇可以提高躲避的幾率。火焰、荊棘等地形也會造成傷害，破損的木板突然斷裂導致摔下去等等。整個故事通過調查壁畫、日記和一些對話獲得提示與發展劇情，結合道具解謎，擴大探索的範圍。後來了解到，監工夫婦2歲的兒子掉進洋館的焚化爐裡被活活燒死，監工夫人便殺死其他的小孩來給死去的兒子作為玩伴。無法走出陰影的他選擇了自殺，幽怨的靈魂也被困在了洋館之中。遊戲的最後，5個人必須與監工夫人的鬼魂對決。
由於《生化危機》的持續火爆，本作在近些年越来越被重視，地位也在上升。遊戲裡確實有很多獨特的內容，以當時的水準，從畫面的效果、敘事手法，加上 BGM 的配合，將恐怖的氛圍烘托得很好。不過實際遊玩時，還是有影響遊戲體驗的缺陷。本身採用 RPG 的形式，就是受限於機能和當時的技術水平，偏高的御敌率和 RPG 常見的平衡性問題，對遊戲的氣氛有負面的影響。加上各種陷阱和解謎需要反覆試錯，角色的道具欄位太少，需要不斷替換，換掉的東西會被丟下，經常還得回到之前的區域尋找物品，相當的繁瑣。站在現在的角度，會有一種自己玩不如看別人玩的感覺。個人評價3星半。壯志凌雲2，說完卡普空，接着是科乐美。這是基於電影改編的飛行射擊遊戲《壯志凌雲》的續作。初代作品的發布時間是1987年11月，在第29期裡介紹過。本作同樣有日美歐3個版本，日版和美版的時間挨得很近。在系統玩法上基本延續了前作，第一人稱的飛行射擊，玩家作為 F-14熊猫戰鬥機的飛行員，坐在駕駛艙內。除了和之前一樣的任務模式，這座增加了 VS 對戰模式。在任務模式裡，關卡開始前還是可以選擇3種不同的導彈：響尾蛇、麻雀和不死鳥。導彈的數量從20到60發不等。開始戰鬥後，操作的方式較前作略有變化。B 鍵是發射火神炮，按住能自動連發。用畫面中間的方框鎖定敵人之後，連按2下 B 鍵發射導彈。按 A 鍵是短時間的噴射加速。連按2下方向鍵左或者右，能讓飛机翻轉。這個動作能有效地躲避敵人的攻擊。下方的儀表盤中間是雷達，顯示敵人和敵方的導彈。雷達下面的幾個橙色格子表示生命值，右側顯示當前的速度和剩餘的導彈數量。本作的任務只有3個，但關卡的長度相比之前都拉長了。敌人都是蘇式風格的飛機，也有海上單位。每關還有一個 BOSS，3個任務的 BOSS 分別是图160轟炸機、米24雌鹿直升機和一架航天飛機。完成任務後，手動控制降落到航母上，這時 A、B 鍵控制加減速度。在 VS 對戰模式裡，可以和電腦對戰，分別和敵方的7個王牌飛行員進行1v1的單挑戰鬥。消滅对手後，也要降落到航母上。還有一個双人對戰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下是上下分屏的方式來進行遊戲。這一作的遊戲難度大幅增加，敵人的攻擊更加積極，反應迅速，而且經常會面臨各種纏鬥，變成了一款難度很高的遊戲。畫面水準在之前的基礎上又有提升，飛機的動作和攻擊更加的流暢，也配上了动感的 BGM。不過內容偏少，也缺少新意，個人評價3顆星。10倍職業棒球，棒球遊戲又來了。不過這款遊戲的玩法終於和大多數的棒球有些區別。本作由 Hector 開發發行，前職業棒球選手江本夢紀也參與了遊戲的開發。本作的遊戲名字也來自於江本夢紀的一本暢銷書《如何將觀看職業棒球的樂趣提升10倍》。本作號稱融合了當時各家棒球遊戲的精華，有南夢宮棒球的角色和防守操控方式，ASCII 模擬類棒球詳盡的球員數據，傑利可燃燒棒球的投球和擊球的軌跡，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發展。但玩過之後就會發現，這話純屬扯淡。遊戲只有一個模式，而且只能單人遊玩，可選隊伍只有日本棒球中央聯盟的6支球隊，當然也沒有授權。選定球隊後可以修改隊員的名字，然後有一個聯賽日程表，並模擬各隊的對戰成績和排名，選定比賽日，設定陣容和出場的順序。比賽的玩法和之前的棒球遊戲很不一樣，在我方進攻擊球時，畫面以擊球手的第一人稱視角呈現，右側有一個虛線的長方形框，在這裡面還有一個閃爍的較小的方框，通過調整移動這個方框，預測投球的位置，選定後按下 A 鍵，投手就會投球，這時還可以再調整擊球的位置，合適的時機再按下 A 鍵。如果球的落點在方框的範圍內，而且時機合適，就會命中。用選擇鍵還能設定揮棒的類型，自由揮棒、普通揮棒或者是重擊。在我方防守投球時，以投手第一人稱的視角呈現，也是通過右側的虛線長方形方框設置一個投球的位置，這個位置可以偏出虛線框，故意投出壞球。
或者結合反向的曲線。選定後按下 A 鍵，下一步就和之前的棒球遊戲類似，方向鍵結合 A 鍵投出各種類型的球。當球被打出去之後，飞向外野時以一個側向的視角呈現。防守時的外野手由電腦自動控制，不需要玩家操作。當球從外野傳回內場時，視角會切換，這時傳球使用的方向鍵也會不一樣。整個這套系統雖然新鮮，但最大的問題就是擊球時位置的判斷基本上要靠運氣，而且一些命中和判定的機制還需要優化。原本遊戲還有續作，要增加太平洋聯盟的6支隊伍，但可能是這作的銷量不好，最終取消了計劃。個人評價2星半。家庭棒球90，這是南夢宮家庭棒球系列的第5部作品，也是在同一年裡出的第2款。上一作由於續簽許可協議的原因，在89年7月發布，只是微調和修改了球員的數據。現在年底的這一作才算是正統的年貨續作。這作的存儲容量擴展到了2兆，增加了電池存檔，卡帶也隨之漲價，球員數據更新到了最新，用了很久的 BGM 也都換成了新的。同時刪除了之前比较鸡肋的編輯功能。常規遊戲下可選的隊伍仍然是14支，包括了12支職業聯賽的隊伍、南夢宮明星隊和美國大聯盟隊2個特殊的隊伍。本作新增了一個聯賽的模式，這個模式下可以自定義聯賽的球隊、比賽的場次和每場比賽的局數。同時聯賽裡還可以選擇之前遊戲裡的2個隱藏隊伍，職業明星隊和動漫明星隊。這2個隊伍分別用字母 P 和 A 表示。新增加了4個可選的球场，總數達到了6個，其中也有虛構的球場。如果選擇了原創的大草原球場，由於场地特性不同，球场的尺寸也比標準的场地要大很多，遊戲的體驗會很不一樣。比賽當中的一些設計也做了微調，粗看之下會覺得沒有什麼變化。新增加了左右開弓的擊球手以及側投投手，還有對於擊球的軌跡和球速的變化以及電腦的 AI 等一些細節做了調整優化，讓遊戲玩起來更有趣味。這一作雖然也沒有特別大的改變，但新加入的一些內容和優化在原有的基礎上確實提升了遊戲的體驗。雖然這個時期棒球遊戲眾多，本作的畫面水準和人物動作已經不算什麼了，但它依然被認為是同時期最好的棒球作品。個人評價3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